Hello， 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欢迎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居家护发教学。今天我就要分享如何在家里做简单的护发技巧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。那我主要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如果像这种中长发，很尴尬，就是有些人想要继续留长，但是会遇到就是很难留长，你会觉得留了很久都是在这个长度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种长度最容易遇到就是打结跟分叉。比如说我们平常洗完头在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头发这一段都是比较容易打结的。尤其像这种长度，我们有做烫染的话，你会发现头发的蛋白质很容易流失，那就会变成它这里的分叉越多的情况下，它就会开始做断裂，所以你会发现发尾很容易参差不齐，并且是很难继续留到更长的长度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要加强就是护发。那我今天来教学的就是我们如何在家里做一个居家正确的手法技巧。通常我们在梳头发，你遇到卡住的状况它就是纠结。那这种纠结怎么来呢？就是头发里面它有蛋白质，那头发它是有毛鳞片的哦，毛鳞片它就很像鱼鳞片这样一片一片的。但是如果它太干，蛋白质流失，它是容易翘起来。那每一只头发的毛鳞片都翘起来的情况下，它们就会纠缠在一起，变成打结。所以护发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补充蛋白质，然后跟水分，让头发的毛鳞片是抚平的。那这些就是我们主要护发的技巧重点。那像我们在留长的过程一定会有烫跟染的动作。那如何去要求它的发质达到更好效果？所以这也是需要护发的手法去维护的。那我们这个模特它有几个状况，就是它有一些白头发的部分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会帮它先做一个染发，染完之后我们再做护发的技巧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染完头发，也把染膏洗掉了。那这是一个染后洗完头发的效果。那做护发记得一定要湿的时候去做，因为头发在湿的时候再涂上护发，再补充蛋白质的效果是最好的。那跟大家讲几个重点哦。你在护发的时候你只需要2个工具，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尖尾梳，那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分区夹，这2个就可以完成了。然后我们洗完头发的时候，头发是比较容易打结、比较纠结的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用尖尾梳的尖端去做分区。那把头发先这样一片一片的先做梳顺的动作，整个梳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做基础的4大分区。那4大分区主要就是左右各一区，后面各一区。那左右的区域的话，我们可以从顶部区画到耳朵后面这一个点，这样就是前侧一个区域。那后面的部分我们直接从中心点往后拉到脖子，这样2个区域就出来了。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那我们画完之后呢，我们把头发先往中间角度做集中，然后直接扭转在手指头上面这里。扭转完之后，我们直接做一个反转，然后夹起来，这样一个区域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侧部区这边分到耳朵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接一样提拉角度90度，那手指头2指这样做旋转，然后把它夹起来，这样2个区域就完成了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好，那我们4个区域都划分起来之后第一个区域我们就可以从后面开始。那第1区、第2区、第3区、第4区，这样依次去做一个操作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会建议大家把护发发膜直接用在一个碗装里面，不要直接去挖，因为呢，你直接挖的话，它会有水分进去你的发膜里面，很容易氧化跟变质。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拿一个条棒把护发直接挖出来，在一个碗里面，这样去做的效果是最好的。我们护发区域每一片大概抓3个手指的宽度，这样效果就可以，不用抓到太薄。那么用尖尾梳的尖端直接画一个平行线，画过来。那把多余的头发我们先夹起来，然后做护发的时候呢，把头发一定要先梳顺、梳平。那我们再涂上我们的发膜。那涂发膜的时候，请从发中开始，发中的位置这样涂抹上去。涂抹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整个带过1次、2次，完成我们再用手法去做毛鳞片的抚平。我刚刚有说过头发会打结，就是像鱼鳞这样，它已经跳开了。
所以它才容易产生纠结。那我们这个动作呢，就是用护发，然后再用手法的部分把毛鳞片这样整个抚平下来，这样一片就完成了。那我们再第二片。接下来第二区，这样一片一片往上分哦。分完之后呢，先把头发稍微梳平整。梳平之后呢，我们从头发的2/3处涂上发膜，然后均匀的涂抹。涂抹完，我们用手指头这样夹着发膜，均匀的涂放。涂放完之后呢，我们2只手垫在头发下面，然后用大拇指这样来回做按压的动作。这个动作啊，轻轻的就好，只要你去摸、去感受你头发，它会有一颗一颗的颗粒感，那个呢就是我们头发分叉的位置。那我们这样轻轻的往下带，然后带到发尾，这样一片就完成了。你会看到它的亮感啊、亮度啊是比较好的。我们在上发膜的时候跟护发，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发根不用去涂抹到，因为发根基本上都是最健康的。而且如果你涂抹到没有冲干净，或者是没有让它吸收的话，它会变得很容易塌。那塌的情况下，就很容易头发会造成我们毛囊的出油，然后并且扁塌的效果。所以啊，发根这一区1个手掌左右都是不用涂抹的，除非你的头发真的很短。很短的话，比如说你是短头发，那我们只要涂抹1半就好了。所以我们这种长头发啊，这1个手掌是不需要涂发膜的。然后我们从这里以下，这样轻轻的涂抹一下，然后每次用的量你就抓大概1个梳子的1/3，那这样慢慢涂上去。涂完之后呢，我们用手去均匀的去把它搓揉，让它整个头发都吸收到发膜。搓揉完之后，我们再来做按压的动作。这样一整个流程就是每一片头发需要做到的一个护发技巧。然后这个呢，也是可以很方便你在居家的时候去做整理的。但是要记得啊，你在挑选发膜的重点差别就是，如果你是染头发的，我会挑选的就是抗氧化的、保湿的；如果你是烫过头发的，我们就要针对蛋白质弹性为主。所以每一种发膜针对性都不一样，它就跟我们肤质一样。如果你太干的，一定就是敷保湿的面膜；如果你容易出油的，你一定是加强控油的部分。所以啊，头发发膜的选择也是因应你的发质去做挑选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啊，这一区最后一片，这样就完成了。那我们等一下4个区域一样的手法去做完成，这个护发的部分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整个都涂抹完之后啊，我们最后就是做一个整理。那整理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啊，左右2区我们直接做一个交叉旋转的一个动作，然后再把它往上夹起来。像这样夹着，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2区，那直接做一个交叉，这样头发就不会掉来掉去。然后旋转完之后，把它夹起来。那如果在家的时候啊，你可以使用那一种浴帽直接戴着，它就有一种蒸汽的感觉，因为我们头是有温度的，它就会感觉在里面做一个加热的动作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可以用保鲜膜这样包起来，让它做一个静置。那静置时间啊，3到5分钟就可以了。基本上在沙龙，我们因为有仪器，所以我们可能会停5到10分钟以上，让它更多的导入。但是居家的话，居家护发的话，3到5分钟的效果就会蛮好的了。那我们停留完，我们再来做冲水，等一下给大家看它整体起来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把护发冲掉了。那冲掉之后啊，你可以看到它头发光泽变得非常好。那我们接下来啊，就顺着把头发吹干。那记得吹到半干的时候，就是擦上发油。发油主要就是防止头发毛鳞片扩张，它会有一个保护膜，就像我们敷完面膜要擦乳液、精华液一样的道理。那我们先把头发吹半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发根的水分啊都已经吹干了。接下来啊，只剩下发尾有一点点湿度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在发中发尾涂上发油，然后再整个把它吹干，这样就完成咯。那发油的选择啊，不管是你用悠悠啊，或者是一般的发油，通常针对这一种烫染过的头发，发油的质地选择啊，尽量是选择那一种保湿度可以高一点的，比较好收敛你的毛鳞片。然后使用的话，你就是这样涂抹完，然后我会建议大家先把大把的头发这样抓过，
然后因为它还有水分，所以呢，你就可以很好让每一只头发去做一个吸收。那在擦的时候，我会习惯大把去擦完，分两边，然后像这样顺的去擦它，然后再把它稍微绕一下，扭转一下，让它每一寸头发都是有擦到发油的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扭转一下。然后确保你的手上的发油都是涂在头发上，这样避免造成浪费。那整个擦完之后，我们再把它吹干，让大家看看护发后的效果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吹干后的效果，你会发现染完头发它的发质并没有变更差，而且它的光泽度变得更好，它就是我们护发起来的效果。所以呢，像这种居家保养的重点，它毛鳞片只要是收顺的，你会发现它整个光泽度的效果是变得非常的好，像它这样光泽的感觉。然后像这个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吹整，单纯只是把它顺的吹干而已。像这样梳子就会非常的柔顺，这样直接滑下来的那种效果。如果你希望你的头发可以留长一点、留快一点，然后并且没有太多的打结，护发这样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哦。好，我们先来做护发的技巧总结。一开始我们先把头发打湿、洗完，洗干净之后呢，分4个区域，然后我们每一片去做一个涂抹护发的动作。那记得涂抹均匀，发根不用涂，然后用大拇指去把粗糙的头发做抚平，这是最重要的动作。那之后就可以停留3到5分钟的时间。那像这种护发技巧你可以每个礼拜帮自己做1次，这样效果是会比较好的。那如果你头发真的是比较受损，建议你还是可以去沙龙找设计师做比较深层的修护。那我们今天教学分享到这边结束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学内容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对影片还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最后这边附上 IGFB， 这边有 LINE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私讯或预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